今天我們的主題呢，講的是眼睛的凹陷。我們來看一下哈，這是同一個女星，當她的眼睛周圍形成凹陷的時候，你會覺得怎樣？看起來很沒精神，很像吸毒，很像長期熬夜，很像縱慾過度，對不對？所以我們要讓一個人看起來有精神，然後飽滿，然後讓他覺得看起來年輕，其實眼睛呢周圍顯得就特別重要。誠摯產品對位，劑量精準數眉，沒效的才是最貴。想做要找專業。那整個我們眼睛周圍的凹陷呢，就分成什麼？下眼窩凹陷、側眼窩凹陷。側眼窩凹陷很少人注意，对不对？我們今天也會講到，再來是上眼窩凹陷。下眼窩凹陷呢是什麼呢？好，我們來看一下哈。下眼窩凹陷，大家第一個印象啊，就是黑眼圈、淚溝或是眼袋。好，你看這個，我以前被同事惡整，把我臉做成熊貓。好，其實下眼圈呢，它的構造呢，我們在之前講淚溝的時候呢，我們有講得很清楚啊，到底什麼叫淚溝，什麼叫眼袋，什麼叫黑眼圈。好，不知道趕快回去看我們淚溝的那3集哈，我們之前這個微整形系列有講到淚溝，那這個動畫也講得很明顯哈，什麼叫眼圈？黑眼圈，黑眼圈是分成黑跟眼圈，眼圈呢就是眼胛溝叫淚溝。淚溝是內側凹陷的地方，眼胛溝是外側凹陷的地方。好啊，如果在合併的眼袋呢，眼袋是凸的，淚溝是凹的，看起來就是一圈。好，那這為什麼它會造成這個淚溝眼袋呢？我們這裡有講到原因。那為什麼會造成黑呢？好，是因為你的皮下這裡特別薄。我這裡講的快一點啊，詳細的部分大家可以回去看前面那幾集。我要講的重點是哈，大家每次在看各個網站，很多醫生眼圈啊，跟色素有關，跟血管有關，講了一堆，最後都沒有辦法很有效治療的方式。那其實我們在講黑眼圈，真正在解剖學上面，真正在它構造上面，它是可以處理的。好，凸的眼袋處理掉，凹的淚溝處理掉。眼袋怎麼處理？我們之前有講。好，那我們今天就不講了，免得時間拖太長。淚溝怎麼處理？我們也分了好幾集，講得非常的詳細，它是可以處理的。黑怎麼處理？黑絕對不是只有靠雷射，很多人去打雷射，不管打處理黑色素的雷射，或者處理紅色素的雷射，很多人會覺得一開始打1-2次有點效，後面效果就很差的原因，就是因為黑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你的眼皮太薄，導致底下的眼輪匝肌透過你的薄薄的皮膚看起來就顯黑。好，就很像一個血管在皮膚薄的地方看起來就是青青黑黑的，在皮膚厚的地方就看不到。所以我們可以用注射的方式去改善這個黑的部分。好，那這個我們之前的影片有講到怎麼去處理它。好，淚溝跟眼袋我們可以靠着打玻尿酸，可以靠着打這個膠原蛋白，膠原蛋白就是人家說的熊貓針去改善。可是這個黑的部分呢，我們就要用一點膠原蛋白增生劑，比如說現在這個維貝拉這種魔法針，它可以鋪得很薄，它的效果也非常的好。所以下眼圈的凹陷，我們可以借由微整形的方式可以得到非常的改善。只是你要先弄清楚，我們下眼圈凹陷的問題包含着所謂的眼圈，也就是淚溝、眼胛溝，包含着小眼袋，還有包含着黑。這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，我們之前幾集都講了。如果之前沒有看的人，趕快回去看。好，那我們今天要提到另外一個東西，大家沒有注意到的，整個眼睛周圍凹，除了下眼皮這個地方的凹，下半部凹，還有側邊的凹。側邊的凹就是所謂的眼尾凹陷。我們看一下哦，眼尾凹陷指的就是這個地方。好，這個在解剖學上呢，把這一句叫做 gray area， 因為你會發現很多人眼尾這個地方呢，它除了凹陷之外，這個地方顏色也比較深。那這個在年輕的時候，它的範圍沒有很大，沒有很明顯，我們可以沒有那麼在意它。好。可是呢，隨着年齡變大的時候，你會發現有很多人這一區呢，它的凹陷跟黑的地方變得越來越明顯了。為什麼？我之前有跟大家提的，我們的人呢，隨着年齡它會骨質疏鬆。那不是只有你身體的骨質會疏鬆，我們的頭骨呢，當然也會骨質疏鬆。那頭骨骨質疏鬆的部位有幾個部位啊？我之前有講過哦，有興趣趕快回去看。今天我們的重點是眼睛周圍，其中我們眼眶骨這個邊邊也會骨質疏鬆。那它骨質疏鬆表現的就是我們的眼眶啊，本來是圓形的，慢慢的會從圓形變成橢圓形，特別是外眼角這個地方，它會往下變得比较大。變得比較疏鬆，變得比較大，於是你的眼眶就從這樣變成這樣。當你外眼角這個地方骨質疏鬆的時候，會造成你的外眼角比較凹陷。再加上我們隨着年齡的膠原蛋白流失，皮變得比較薄，它表面就会變得比較黑。很多人都會忽略這件事情，可是就會覺得怎麼看怎麼沒精神。我淚溝也用了，我眼袋也處理了，怎麼眼睛看起來還是沒精神啊？上眼皮處理了，怎麼看起來還是沒有以前年輕的感覺？原來就是眼尾這個地方。再加上很多人隨着年齡，眼尾會慢慢往下壓。
所以外眼角的老化有這3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，因為骨頭的問題導致它凹陷；第二個原因，因為膠原蛋白流失的原因導致它皮膚變薄，導致它看起來變黑；第3個原因，因為眼尾下垂導致這個地方壓迫下來，於是整個就變成比較嚴重的眼角凹陷的形狀。那怎麼處理？微整形要怎麼處理？好，我們知道骨頭，我們不可能說把這骨頭生回來嘛，所以我們要怎麼讓它看起來變年輕？第一件事要把你的眼尾提上去。眼尾要怎麼用微整形？有一個有效的提升方法，趕快回去看我們之前在介紹眼皮上提。微整形有非常有效讓眼皮上提的方式，就是8字亮眼線，或是我們的地印書針提眼皮。好，地印書針提眉提眼皮的這個方式，這2個方法都是微整形裡面非常有效，遠比你打電波、音波或是打肉毒玻尿酸來提眼皮眼尾有效的方法。這2個東西你不知道這是什麼，趕快回去看我們前面這個影片的介紹。那把眼皮提上去的時候，那這個地方凹陷又顯黑，要怎麼處理？很多人想就做填充嘛，可是這個地方靠近眼睛，大家就想啊，打這個地方會有危險啊，感覺上這個地方好靠近眼睛哦，打這個地方好像很少醫師敢打，所以就有一些訣竅了哈。這個之前我在上我解剖課的醫師，或者是有些醫師來我有做一些教學，就知道我們這裡面有一些pitbull 啊。有一個方式呢，我們可以打在這個眼尾的這個韌帶，好，打在這個韌帶的什麼地方呢？我知道很多醫師看我們節目想知道啊，就來上我們這個解剖課啊，我會教大家。那打在這個地方，第一個它安全最重要；第二個，它對於把你的眼尾撐提的效果非常的好，而且不會造成後續的下垂。我一直在講啊，我們在做填充的時候，所有可以用來填充的東西，它都是你想象就像水泥，你把它填到你臉上，就好像把這個水泥啪一下打在牆上。你千萬不要幻想說它會讓它永遠堅挺。你把一塊泥啊、水泥打在牆上，它慢慢都会往下滑，它隨着時間都會往下滑。一樣，你這些填充如果打錯地方，如果周圍沒有一些組織的固定的話，只會讓你下垂更嚴重。但眼尾有一個非常好、一個神秘的空間可以用來填充，它填完除了可以明顯改善眼尾凹之外，還可以讓你的眼尾有撐提的作用，非常好，一舉多得。好，所以眼尾凹陷是很多人在做微整形非常容易忽略，在美學上會非常容易忽略的地方。好，我們知道微整形不是只有年輕人，很多年輕人來處理微整形都是處理眼睛周圍，都會處理什麼淚溝啊、黑眼圈啊。可是對於很多過40歲的人而言，眼尾的凹陷越來越嚴重，眼尾的下垂越來越明顯，它一樣是可以用微整形處理的。還有一個部分是上眼窩凹。上眼窩凹看起來就會怎麼樣？會很沒有精神，對吧？一個上眼窩凹的人呢，你看起來也會覺得他比較無神。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要填上眼窩凹。不過我這裡要提醒大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，所有上眼窩凹的人一定要先注意自己有沒有合併的一個問題，叫做眼瞼肌無力。有眼瞼肌無力的人上眼窩也會凹。如果這個時候你直接填充的話，只會造成你的下垂更嚴重。所以你看我们的頻道是有非常多好處，你會發現一件事，就是說啊，有很多地方你哪裡凹就填哪裡。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，我一直很強調，即使是在做醫美、做整形，在做之前診斷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眼窩凹在填充前務必要注意有沒有眼瞼肌無力，如果有眼瞼肌無力，填完會怎麼樣？會更嚴重。好，那這個上眼窩凹我們要怎麼填呢？我們來看一下。這裡有一個非常好的圖，這個圖呢是在我們的這個額頭側面的這個圖，它畫出了我們額頭的構造，還有我們上眼皮的這個構造，畫得非常棒，非常的漂亮哈。這個地方是眉毛，這個地方是睫毛。所謂的眼窩凹就是這個地方它凹陷，它會導致上眼窩凹陷呢，一部分是來自於深層的脂肪萎縮，一部分呢是來自於我們比較表淺的這個脂肪萎縮。那我之前是不是在影片一直在跟大家講，我們的臉啊，不管是上臉、中臉、下臉或脖子，都分成3層：淺層的皮膚跟皮下脂肪，中間的筋膜，還有深層的構造。好，那我們的上眼皮也是一樣哦。如果你今天填錯了，就造成問題。所以我們的眼窩凹，事實上我們把它分成3型。好，3型分成哪3型呢？你看哦，第一型呢是屬於比較深層的眼窩凹，你會發現它那個深到裡面那個骨頭的邊緣感都出來了。這一種在注射的時候，我們就要把它填在深層。你把這種填在表層會發生什麼事情？填在表層，對不起，它之後那個骨頭凹一樣產生，然後這個表層的填充物就往下掉到睫毛這個地方，就會看起來超不自然、超怪，好像一隻毛毛蟲趴在你的上眼皮一樣。那這一種呢，就需要用深層注射的方法去改善。
做完你就會覺得，很明顯那個眼窩伸進去，好像凹進去骨頭的感覺就改善了。我們再看這個人的凹陷就不一樣，你會發現他的這個凹，你可以感覺到它凹，但它不是凹到骨頭裡面。那這一種呢，它就是相較起來的稍微比較淺的。這種在填充的時候，就要把它做一個這個稍微淺一點的填充，那效果就可以很自然。但事實上呢，有很多人呢，他可能是合併的，第一型跟第二型，他可能2個都有，深跟淺都需要，那這樣做出來才會自然。我講這個跟各位講，各位講說，這關我什麼事啊？這是你們醫師的事。我要講的就是說，即使是一個上眼窩填充的部分，為什麼你填出來很自然？有些人填出來像毛毛蟲，有些人填出來導致眼皮更垂。事先的診斷非常的重要。好，你要先排除你有沒有合併的眼瞼肌無力，你要知道你是深層的問題還是淺層的問題。這個就好像我之前在講嘴邊肉，嘴邊肉有的人是淺層的鬆，有的人是筋膜的垮，有的人是深層的垂。你要先診斷再處理，這樣效果才會好。好，那我們今天這一整集呢，我們講了很多的資訊，就在跟大家講我們眼睛的凹陷要怎麼處理。好，眼睛凹陷呢，從我們下眼窩的凹到側眼的凹，到上眼窩的凹，每一個都有它不同的知識點所在。好，那大家在做之前呢，千萬不要被一些醫美診所忽悠或話術了，大家一定要自己先了解一下。如果你覺得我們這個節目對你有用，也歡迎你把這個資訊呢傳給你的朋友知道。啊，如果你把這個我們的節目呢分享給你朋友，跟我們小編講，我們小編呢會把我們一本著作叫《微整聖經》，裡面呢對於各位求美的路上呢有很大的幫助，我們會把它電子檔傳給你。好，那如果你各位有什麼問題，也歡迎私訊我們。那這也是我們的聯絡方式。我們今天節目到這裡了，大家千萬要記得，微笑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哦。拜拜。看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後呢，對你是不是很有收穫？你要不要確認一下今天這個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？趕快來做以下這些題目哦。